最近这2年我们也有分享过不同形制、不同形象的欧甲或者说是骑士甲。虽然说题材各不相同啊，但是相似的是工艺水平还有这个复杂程度是越来越高的。除了对于材质本身的要求以外，对于穿戴的设计啊，包括一些联动的结构，我也是有了更高的一个要求。乐子是小青二大，各位老铁大家好，这里是越来越喜欢欧甲的摩尔派7。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款最近话题度比较高，也是很多朋友们催更和期待的一款产品啊，就是来自于铁铎工作室出品的亨利8世格林威治式铠甲。这次包装的话，和他家以往的那个产品采用了不同的一个形式啊。以前是一个类似于装葡萄酒、红酒那种木箱子，这次呢是采用了一个这种纸箱的形式，颜色上会更加多彩一些能看到就是仿照那种旗帜的一个样貌。正中心有一个像丝网印刷那种质感的亨利8世的侧写啊，颜色挺鲜艳的，我觉得还挺好看。纸品、售后卡和一个卡纸，太沉了，我一下差点没拿起来啊，这个真沉啊！开箱之后先做一些简单的安装啊，这里不跟大家去赘述了，主要就是肩甲呀、头盔一类小的插销的形式，不难啊，稍微动一下手就 OK。然后呢，就是这款产品要注意一点，它非常的沉重，起码是要比我体验过的99%吧，这种1:6的玩具都要更沉重一些啊，非常的压手。所以即便它有一个很好的站立性，但依旧啊，长时间站柜的时候一定要利用好这个佩戴的支架。这一刻啊，我还是心情非常的激动的，因为这款产品了解或者预定的朋友们应该知道，它时间有点长。我在想，这么长时间打磨的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东西啊，但是实际拿在手中之后是远远超乎我的意料，甚至要比之前的官图从我个人角度出发要好得多得多，搞得我一时有点激动啊，不知道从哪儿讲起。还是先聊这个外观形象的设计上，原型呢就是亨利8世的这个甲胄嘛，按照它的这个体型体态，是一个比较敦实、胖胖的、很具有特色特征的铠甲。原本官图上的体型照比现在是有些不同的，官图的那个造型会更放大它那种肥胖的特征吧，更有特点。但是从美型和真实感来说，我更喜欢目前大货的一个体态。之前那个我自己觉得有点像梁子，目前大货腿有拉长，身材比例或者这个结构上是更符合我个人的口味。这主要是得益于它内部这个塑体有所更换啊，那个我们一会儿再聊。视觉效果上，我个人觉得目前呈现的更接近于真实穿戴甲的那个比例。外观造型设计上以黑金搭配，表面黑色采用这种铜甲发黑的一个工艺，肉眼去看的话，它除了黑色以外还带了一点蓝调，我很喜欢。尤其是你对应着这个光线角度不同去看的话，它会有一个由黑变蓝的类似于渐变的一个效果。金色花纹花边呢，也是照比官图那个亮金色，目前会更多了一些暗金的效果，这个也是我自己更加喜欢的。值得一提的是，它这个花边做的，我觉得还是很考究的啊。按照所在位置不同，其实是做出了不同的厚度，像它腰间肩胛部分大一点、宽一点的这个金边，但是到了头盔部分啊，像是手甲上就会变得更加细致。放大去看的话，能看到这个花边多数都是采用这种类似于十字团花的一个形式，都有仿照那种鎏金的质感，细节刻画的非常的精细。就在大倍率的镜头下，我觉得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质感。甚至于头盔正面这个网格状结构，它这个纵向同样做出了花边的刻画，无论是它发黑的工艺，还是它这个金边，和以往铁铎产品一样啊，是有去保留手工的痕迹。这个和后期涂装做旧是完全不同，这样的一个效果反而更接近于铠甲日常的使用造成的那种自然磨损。当然这也不光是铁铎啊，就目前的欧甲产品上实际都会去刻画或者保留这种手工感、手工痕迹的。
这也是欧甲的1:6冰人特别能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当然，这块甲除去外观是一个这种胖胖的特殊造型以外，还有很明显的特征，大家一眼能看到的，就是这个裆部啊，护裆。现在看可能是有点恶趣味，但是在当时是一种流行或者说权力象征的特殊设计。就亨利八世的很多肖像啊，或者那个时期很多贵族都会放大自己的一个男性特征，就是在这个裆部一定要刻画出来。但是不要看这个结构小啊，实际它制作起来应该也是比较复杂。除了一样的多片组合以外，它这个突出的部分做这个造型的时候是有难度。不仅仅这是成一个类似于圆柱体凸出来的，在它表面上同样还要再把这个金色的花纹花边制作上去。目前呈现出来，无论是它本身这个形状啊，还是这个金色花纹，我觉得都足够的细致，足够的亮眼。除了这个下面啊，再看看上面这个头盔部分，很正经，非常的帅气啊！我体验的这种欧甲不多啊，这是我第一次在1:6产品上看到这种网格状的正面护面结构，很细致。这款的话是真正做到了一个镂空的感觉，除了能够增加进气量以外，实际还能从工艺角度上凸显，这个甲的主人是位高权重之人啊，并不是所有的骑士甲都会有这么大面积的这个镂空的，多数就是打几个孔。头盔在结构设计上一样非常的精致啊。首先，前方护面打开的形式是带有一个类似于按钮的结构，实际里面用了一个金属片，能够自由的回弹，按压下去。如果按不到底的话，可以拿一个小的牙签啊，细小一点结构给它向下一插，同时向上推。然后是正常穿戴上，两侧带有这个铜钩，直接打开。嵌套在人物头部就 OK。里面这个人物头雕的话，我个人觉得也是很不错的啊，就是模仿亨利八世那个肖像画嘛，做了一个写实的造型，皮肤比较细腻，而且具有立体感。这个刻画呀、造型上，我自己都是比较喜欢。正常来讲是一个无箔的设计啊，但是面雕呢也是采用磁吸结构。拔开的话，可以看到里面也具备一个可动眼的调节，眼球刻画也 OK 的啊，不错。瞳孔处都有很好的还原，这也算解决了这个工作室之前产品的一个痛点啊，就是头雕比较弱。这次这个真人头来讲，我觉得在不仅仅是欧甲，就古代的1:6产品中都算是不错的一个形象。但是呢，这里也会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在套好这个头盔之后，因为人物发型它是有一定厚度的，实际上这个问题呢，也不仅仅是欧甲或者这款产品，是所有的1:6产品都会遇到的，就是你无法兼顾一个正常比例的头雕和可穿戴的头盔，因为这个胶发是没有弹性的，一定会把这个头盔顶起来。想解决办法，无非就是做小头或者做大头盔，或者就是双头雕。如果你摘掉这个面雕，再嵌套这个头盔啊，效果就是很自然了。或者你手中再有其他的无箔头，小一点的替换上，让这个下沿和脖子这个位置能连上。这里的话也有反馈啊，官方应该是在后续会提供一个相应的解决方案。然后呢，就是它的内部，这次是做了一个包胶塑体。说实话，最开始要改这个塑体，还是用包胶塑体的话，我自己是超级不理解的啊。因为包胶塑体的优势就是皮肤肌肉线条没有穿帮，有很好的这个一体性和肌肉感。但是呢，你作为一个全武装的骑士甲来说，这些所谓的优点是完全不会体现出来。而且在后续要自己重开一个这个特体，其实是比较耗费成本的一个事啊。之前真的确实不理解，但这个东西你实际上手之后，我就逐渐能够 get 到啊。一方面很沉重啊，就是拿在手中这种压手感，唤醒了我减大就是好的这种基因。我觉得沉甸甸的，就是和轻盈的东西，你体验来讲不一样。再一个呢，因为它是钢骨，以往铁头产品塑体拉胯，就是这个腿有点当啷啊，就松垮的这种问题就不存在了。本身这套甲自重太大了，确实也需要一个结实的塑体。然后呢，就是外观比例上重新设计之后，更加接近人物穿戴的这种形象。可以说重新打造这样一个特体之后，就避免了你用不合适的塑体再去做这个填充，不确定不稳定性啊。
再者呢，这个素体开了之后，如果有自低能力的朋友们，可以去做一些那种贵族服饰啊，或者宫廷服饰的亨利八世的造型了。未来不知道这个素体会不会单独卖啊？我这里呢时间有限，再一个手实在太残啊，我要拆开我就回不去了，就不跟大家展示这个内部的这个造型。官方有发过一些照片，很灵活的大白胖子。这里呢也简单跟大家掰一掰啊，就算聊聊这个可动。可能有朋友说你这个频道或者你个人来讲，不是一直对可动并不在意吗？其实主要想体现的不是这个素体的可动性啊，是这套甲胄在号称全封闭的这个前提下，它的活动性和联动性对于封闭性是否有什么影响啊？咱们简单看肩甲部分，在安装时候就能看到啊，它有一个多段的联动。在抬臂的时候是可以提供避让空间的。我最近讲那个小比例产品比较多啊，讲可动发现更专业了。抬臂可以达到一个90度，然后是曲肘部分也能达到90度。这里有一个很好玩并且特别强的地方，在于手肘内部这里啊，不知道拍的大家能不能看清楚？这里全部拉伸开，能够看到一节节甲片是真正把这个肘部关节锁在里面的，是真正用甲片连通在一起。而且在你弯肘曲肘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它很丝滑的这个并拢在一起收缩压缩那个感觉，几乎是感受不到这个甲片有剧烈的摩擦的。这一点做的真的很强，整个过程非常的丝滑，并且只有达到极限位置才会有一点点回弹，可以的啊。手甲部分也是龙虾状的形式，包括这个手背上方一层一层一节节都可以实现一个联动。腰间的裙甲同样具备很强的活动性，向上拉一下能呈现一个很优雅的弧度。腿部的话，膝盖部分多段连接的结构，上抬可以达到一个90度。脚部这里就很厉害了啊，无论是拉直还是上抬，这个都非常丝滑并且紧密，这个位置要比手甲更爽一些。整体在结构上，无论是封闭性还有联动性，我体验的欧家产品中可以说是最强的。玩的时候掰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找准它的关节方向和铠甲的走向，不要把它硬掰到不可能去完成的位置。再一个呢，就是避免铠甲之间的刮蹭，减少它的这个损耗。等大家到货之后啊，一定要体验的就是这个关节部分，包括这个脚面的这种联动啊，真的非常爽。然后就是一些武器配件上啊，首先这个地台就不聊了，实木的底座加上一个脱裆结构，木质底座的精细程度要比之前更强。实际我觉得这个颜色如果再深一点，和它这个黑甲会更搭。然后是手型部分额外附带4枚，这次有一个好的改动是直接弄了一个黑色的类似于皮手套的造型，这也不多聊。武器搭配上是除了铠甲以外这款产品另一个亮点啊，单手剑鞘部分是和腰带一体的，可以自己拴在腰间就行。剑本身的造型和铠甲保持了高度一致，十字护肘以及柄部包括配重都采用了一个扭曲螺旋的形式，很漂亮啊，这个贵族或者王室的感觉。剑刃是有点锋利的啊，这也能感受到它这个手工的一些痕迹，我自己是喜欢这种 feel 的。然后是长柄武器斧矛，这个现在很多骑士甲都会搭配就是这种斧矛，但003这款这个斧矛啊，是我玩过的写实骑士甲中最漂亮的啊，基于写实的基础上的华丽。杆子的部分不多说，实木材质很有特点，就是上方会有一个类似于建筑结构一样的递进，斧刃处呢也有兽首，质感非常的好啊，我觉得这个甚至要比那个剑更漂亮一些。最有趣的啊是这个冲枪，看上去其貌不扬，有点像崩爆米花的，但是表面这些尖刺，包括前面的这个矛头，能够感觉到它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啊。拉开旁边这个钩子，打开盖板，很可以的啊。这个小的联动结构阻尼感还不错，因为整体也采用这个金属结构啊，所以非常的压手。武器部分要比我预想中的好很多，拿在手中这三者是呈现了不同的质感。单手剑宫廷华丽的效果，斧矛就是冷铁寒光那种，并且在结构造型上很有特色。冲枪的话，可展开的这个机构，包括这种沉甸甸的压手感，
我觉得你正常上手把玩的话，也会有一个不错的体验。而且因为这款也是还是里面包胶钢骨的这个塑体，正常握持武器的时候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支撑性。就在拍摄这个时间，我也是刚刚收到不久然后迫不及待打开，迫不及待的玩了一下。怎么说呢？怎么形容呢？我一般不会去用什么就是什么艺术品或者天花板之类的去形容一个这个魔玩模型因为像天花板这种词语，我觉得说一次之后你就没法再去利用第二次除非它会被不停的打破。但是这款产品起码就我自己有限的欧甲了解或者体验上，绝对是没有见过也没有想到它会有一个这样好的呈现，无论是外观造型还有结构设计上，整个体型体态包括头雕塑体的应用，照比曾经铁铎的系列产品都有一个跨越式的提升。之前我们讲001、002，就已经说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强的一个欧甲，和这款003去比的话，黯然失色了有点黯然失色了，可以这么说。我觉得这个拿在手中是一个不枉等待，也不枉它的这个很昂贵的一个价格，起码量产70架我觉得是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非常好，是真的很好真的很好。当然槽点也有，就是我说前面说那个头发的问题，这个希望后续再提供一个解决的方案我这里拍的戴头盔的多数都是摘了这个面雕的其他呢需要大家注意的还是注意不要磕碰，自重真的很大，而且联动性很好，不免去掰一掰玩一玩，小心刮伤，小心磕碰到。你要是磕碰到这个，你会非常的心疼。这个就是真的你要刮到这个或者摔到，我都不敢想一定会非常非常心疼。总之，这款产品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胖子，呈现的效果非常好。从我自己的角度出发，要比之前的官图外观形象上好得多。而且因为这款产品的封闭性还有联动性做得太好了，我觉得比较常规的像铆钉的连接折页的安装结构都没有特殊去强调。这个如果你实际上手并且有动手能力的话，也可以自己再去做一定的体验。包胶塑体的一个应用呢，也比我预想的要合适。后续可以出一个宫廷版常服不同的横着巴士，或者说贩售这个单独的大白胖塑体，给需要 DIY 的一些朋友们提供一定的素材。最后呢，回归到这款产品，期望呢就是后续出货的时候保证这个大货的品控和质量，这也是至关重要的。未来的话，期待铁铎也好，其他的工作日也好，把这个欧甲产品能做到更加极致。然后呢，这一期呢就先分享到这里了，喜欢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